富江是一个拥有绝世容颜的美少女，所有接触到她的男性，哪怕只是看了她一眼，都会因其无比的美貌而陷入疯狂的迷恋。这股魔力会使男人们不择手段讨好富江而接近她，但富江的性格非常傲慢自私、骄纵且残忍无情，使得与富江交往的人都会因强烈的嫉妒心与恨意，还有莫名的杀意而将富江残杀。但恐怖的是，她不管被杀几次都能复活。然而关于她身上的一切，至今仍是谜案，是一个被谜团所包围的神秘美少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将带大家了解伊藤润二笔下最有名的角色。富江首见于恐怖漫画大师伊藤润二的同名处女作。关于她的起源与家世，虽然在故事中从未透露过，但我们能从富江初次登场时看得出，她似乎是个平凡的高中1年级学生。她的全名是川上富江，与同学梨子是青梅竹马，这点暗示了梨子小时候就见过富江，并一同成长。然而在富江美丽的外表下，吸引了每个男同学的目光。不过她水性杨花、轻浮放荡的个性，也使得女性都讨厌她。富江与同学山本是对情侣，但他却同时与班导高木教师有染，且怀有高木的孩子。富江以此作为威胁，要高木与妻子离婚，但不料被山本听到的内容，山本愤而前去与富江争论。在争吵的过程中，富江失足跌落悬崖而摔死，本想叫救护车的山本却被高木制止。一旁讨厌富江的女同学们也都认为富江这种人死不足惜，高木教师因而顺势提议将其肢解，由全班同学一起，男同学负责执行分尸，女同学负责把风。不料只是一时晕了过去的富江，在自己被肢解的过程中苏醒，并目睹了整个过程，而高木还是将其击毙。每个同学犯案后都带着他的一块肉，并在不同的地点将它处理掉。然而在富江死后，富江又重新回到了班上，身上没有半点伤痕，这可能就是初代富江恐怖的起点。当时富江被丢弃到各地的免疫尸块、一滴血迹，甚至少数细胞都奇妙的再生了，并成为了一个新的富江。除身体外，富江的头发或指甲离开身体也会继续增生，甚至可以用来控制别人。原作并未提及富江再生能力的由来，只知道在各地的新富江给不同的人带来了红颜祸水的灾难，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噩梦。至此，富江开始了诅咒的循环，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不同的地方。与魅魔一样，无论老人、男人、小孩，只要看了他一眼，都会拜倒在他的裙下，以抢夺别人喜欢的男人、女人以及任何事物为乐。但是他自己是绝对不会爱上任何人的，他对自己以外的人是毫无感情，非常冷血，单纯就以破坏别人而生，并以他人爱慕为荣。男人们因着迷于富江的美色，会不顾一切听命于富江，去杀死那些富江看不顺眼的人，但最后又会再度被疯狂迷恋的男人们肢解或杀死，随后又再度复活，再度开始了新的循环。不过富江真正可怕的在于他从未亲手杀死过任何一个人。在毛发篇中，女主透过富江的一根头发直到头皮上，就可以与富江对话，并长出如富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，但头发最终会往脑里增长而杀死宿主。另外，若是不幸移植到了富江的器官，富江的器官就会在病人的体内重新生长为人。高木教师曾在漫画的第1篇中，因无法接受富江重生的事实而发疯。在第2篇中，高木从精神病院逃走后，听到了富江被杀害的消息。出于对富江重生秘密感到好奇的高木，居然假扮其父亲而让富江的器官捐赠给医院。当中接受富江肾脏移植的病患叫做学子，学子在移植富江的肾脏后，就不断感到胃痛。幸好医生们及早发现了在学子体内生长的富江，在不清楚这个生物的状况下，对他照射了伽马射线，结果反而使他加速再生。而学子因体内能残留富江的细胞，最终富江的细胞取代了本人而富江化。不过当然也存在失败品。高木目睹了学子的富江化后，决定研究富江，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实验，其中就诞生了这高 2.4 米、身上长满富江脸庞的怪物。在高木的研究中也发现，富江若处在极度不安或极度愤怒时，就会自行分裂，
阻止其分裂的方式似乎只有砍下其分裂的部位，或是使用强酸，可以使富江的细胞停止再生。不过富江顽强的生命力依然可以抵御强酸的腐蚀性。且重生后的富江保留了生前所有的记忆，但富江对自己的本质似乎也不清楚。在暗杀篇中曾有提及，富江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再生，所以富江也曾让高木研究过自己。他喜欢吃鱼子酱和鹅肝酱，甚至能通过吃人肉使再生加速。此外，富江对自己的外貌相当有自信，以至于深信所有人都会爱上他。若是对方对其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样子，他就会设法夺得对方的注意。例如在某个集团篇章中，主角梅原深爱自己的女友，对富江不感兴趣的表现使富江感到意外，但富江的魔力却深深影响着梅原，以至于他在梦中都会梦到富江。而在小指篇章中，富江利用谎言去欺骗了红野的感情。有趣的是，本片暗示的富江能通过意志控制再生的速度，在得到红野的爱意后，他随即就恢复样貌并转身离去。所有的富江们彼此之间相互嫉妒憎恶，且自相残杀，只为留下世间独一无二的川上富江。这在暗杀篇中也曾有暗示过其原因。原本身为顶尖模特儿的阿玲，在与富江邂逅后发生了许多争执，最终阿玲毁容后，为了报复富江，而将富江的血液注射到多名女婴的体内，目标是使女婴在长大后成为富江，并亲眼目睹他们的老去。因为他曾拿刀毁容过富江，但是其机能再生的能力很快就恢复了原貌。虽然各自拥有独立的思想，但彼此间拥有共同的记忆。富江们会互相开战，但都会使唤自己的拥护者去刺杀对方，并命令他们烧毁其他富江。这是富江知道唯一可以真正消灭富江的方式，而结局似乎也暗示了富江其长生不老的存在。最后，富江非常不喜欢拍照，他的弱点似乎正是拍照，因为那可以反映出他的本质。起初，富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清楚，但有可能是作者想表达出人们很容易被他们眼见的事物分散注意力，以至于他们错过了背后的真相。富江无法欺骗相机，因而捕捉到富江实质上是双面怪物的证据。所以富江到底是谁？作者伊藤润二曾将他描述为既不是鬼也不是僵尸等存在。富江的真实性在故事中从未讨论过，不过在我看来，富江是被诅咒的，一次又一次的被杀害，然后重生又被杀害，不断的在痛苦中循环轮回，直到他的灵魂被掏空为止。这也许就是富江的命运。总的来说，富江其实一点武力都没有，面对要杀掉他的威胁，根本手无缚鸡之力，基本上谁都可以得逞。也许我们真正的敌人，即是人心那丑恶、人性欲望的本身。在伊藤润二的漫画中，许多恐怖的根源都是不可解释的。可以说，富江的真实身份令读者遐想，你的想象力越多，恐惧感就会增加，那就是恐怖的本质，也可以说是恐惧和魅力的奥秘。那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